中国再度对日本下达第 N 次最后通牒，逼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台湾有事论。日本方面态度强硬，不仅没有退让迹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冷静回应，根本没有撤回的必要，甚至加码在前舰鱼雷旁拍照呛声，引发日网热议。许多日本网友更大胆放话，中国有种就断啦，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日关系为何紧绷到如此地步？我们将深入解析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对区域安全的深远影响。首先，台湾有事论是怎么回事？所谓台湾有事，指的是台湾一旦发生危机，特别是遭受武力侵略，日本可能视为自身的存亡危机事态。换句话说，如果台湾发生战事，日本将难以置身事外。这一理念其实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21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这番话当时就震动国际，表明日本高层开始认知到台海安全与日本安全密不可分。原因也不难理解，台湾位于日本西南方不远处，与日本的冲绳和与那国岛等离岛相距很近。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国势力向东扩张，不仅威胁日本的海上航道，甚至日本本土都有可能陷入战火波及。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法律上也已经为此开了门。2015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制解禁集体自卫权，规定若发生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可协助盟国进行防卫作战。也就是说，如果台湾遭侵略被视为威胁日本存亡的重要事态，日本可以行使武力支援，履行对盟友，主要是美国的防卫义务。高市早苗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发表了相关言论。今年11月初，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若台湾遭武力侵犯，情势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日本不排除行使集体自卫权。这等于公开宣示日本将视台海冲突如同自身遭袭，有必要时自卫队可以介入协防。对于一向谨慎避免刺激北京的东京政坛而言，这番发言可说是石破天惊。然而高市身为首相如此表态，也反映出日本国内舆论与战略思维的转变。面对区域强权崛起与邻近地区军事威胁，日本决心摆脱过去那种事不关己的姿态，转而明确宣示会与民主盟友共同维护区域和平。北京当局对此勃然大怒，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一出炉，中国政府立刻以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回应。中国外交部接连发声明，指责日本政要妄议台湾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日方立刻收回有关言论。北京的措辞之严厉可见一斑，甚至用了玩火者必自焚，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等警告字眼。可以想见，中方认为台湾问题是其核心利益，容不得外国染指，更何况是曾在历史上侵华的日本，因此反应格外激烈。除了外交辞令上的强硬表态，中国也开始在经济文化领域对日本进行一连串报复施压。这里我们就来盘点几项中国近期对日方采取的措施。首先是文化交流的中断。今年12月初，原定在澳门举办演唱会的日本歌手滨崎步突然宣布取消行程，原因是中方相关单位以政治因素为由不予批准。滨崎步对此深表遗憾，而他的中国歌迷也非常失望。中国这种文化封杀的举动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惩罚日本，制造舆论压力。然而讽刺的是，此举在日本和其他地方反而替滨崎步激起更多关注，许多粉丝转而支持他在日本的演出，让门票更加抢手。也就是说，中国的禁演令某种程度上反倒替这位日本艺人做了免费宣传，效果适得其反。接下来是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交通联系被切断。中国在12月初单方面暂停了中日之间唯一的定期直航渡轮航线鉴真号。这艘往返中国上海与日本大阪之间的客轮，自1985年起航行，已有将近40年历史，一直被视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之一。即便在过去中日关系跌入冰点，例如2012年钓鱼台主权争端期间时，鉴真号航线也从未中断过，但现在北京当局却以无法确保乘客安全为由，要求渡轮公司无限期停航。
友谊之船说停就停，仿佛一夜之间中日民间连接的纽带被生生断开。然而细究这条航线的客源结构，就会发现此举对日本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长期以来，鉴真号的主要乘客其实是中国赴日的留学生和不方便搭飞机的中国旅客，日本人搭乘的很少。渡轮停航后，受困扰最大的反而是那些原本计划乘船赴日的中国人。对日本来说，不坐船还可以搭飞机，影响有限，但对某些经济拮据或有特殊需求的中国旅客而言，航线取消就少了一条重要途径。因此，中国以切断渡轮相威胁，日本方面不痛不痒，苦的却是自己人。这不禁让人怀疑，北京的决策是否经过充分评估，还是为了报复而进行出招，结果打到自己的脚。除了渡轮，中国还出招熊猫外交。众所周知，作为友好姿态，中国常年以租借大熊猫给国外动物园，被称为熊猫外交，日本也不例外。多年来，陆续从中国迎来多只可爱的熊猫明星，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然而，随着中日关系恶化，熊猫们也成了政治角力的隐形棋子。就在近期，日本最后一对旅居当地的熊猫香香的弟弟妹妹，在上野动物园出生的雌雄双胞胎仙仙和悠悠，按照合约借灵须送返中国。2025年12月，日本民众依依不舍地和这对熊猫幼崽道别，成千上万粉丝涌入上野动物园为他们送行。一时间，日本正式进入无熊猫时代的消息登上各大媒体版面。过去几年内，日本境内的熊猫从高峰时的10多只锐减到0，颇能反映中日关系的冷却。更耐人寻味的是，日本舆论场上出现一种声音，有学者直言，熊猫其实是中国手中的人质或心理战工具。如今，熊猫人质没了就没了，北京少了一项牵制日本民意的筹码，甚至有日本国会议员建议，不妨加强和台湾等国家的动物交流，用其他可爱动物来填补熊猫留下的空白。这番话虽有玩笑成分，但背后传达的讯息明确，既然中国要把熊猫当作施压手段，日本也宁可一只不要，免得受制于人。熊猫外交的失效，标志着中国试图以柔性手腕影响日本民心的做法正走入瓶颈。除了文化、交通象征之外，经贸制裁方面中国也出招了。今年以来，因日本启动福岛核废水排海计划，中国早就对日本水产品下达进口禁令，导致日本渔业受到冲击。然而反过来看，中国许多海产加工业者和消费者也面临高品质日本海产无法取得的困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赴日观光也受到政治气氛影响，出现降温。中国官方虽未明言禁止观光团前往日本，但各旅行社接获的赴日团配额明显减少。许多中国游客出于民族情绪或安全考量，也取消了日本行程，改去其他国家旅游。这些措施短期内对日本观光业者有影响，但日本很快调整客源市场，转而吸引其他国家旅客填补缺口。事实证明，日本观光业并未因中国客减少而崩溃，反而刺激日本提升服务品质，开发多元市场。而中国民众中也有理性声音指出，民间交流应该独立于政治，不应被国际纠纷一刀切断。可见中国政府以经济、旅游相要挟，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硬脱钩往往两败俱伤，而且中国自身也付出代价。以上种种显示出中国方面对高市发言的愤怒，以及试图惩罚日本的决心。然而，日本政府的反应却令人刮目相看。面对北京步步进逼，东京并没有像过去那样试图低调息事宁人。相反地，日本不仅顶住压力，还以强硬姿态做出回应，明确表示不会屈服。中日关系因此陷入近年来最为紧张的局面，双方仿佛回到冷战对峙的氛围。在此背景下，12月中旬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中国在一连串抗议未见成效后，于12月16日透过官方管道向日方发出最新通牒，要求高市早苗必须撤回涉台言论，否则后果自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厉表示，日本此举已经踩到红线，如果不改正错误，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番话
等于是公开向日本下最后通牒，语气之强硬令各界震惊。一时间，最后通牒成了媒体标题上的高频词。然而讽刺的是，中国动辄发出最后通牒的做法，在国际舆论看来早已有了滥用之嫌，因为这并非北京第一次祭出最后通牒的说辞。事实上，过去数月来，中国已多次以类似语言警告日本。再往前追溯，中国对美国、台湾等也常年发出所谓严正警告或最后通牒。结果大家发现一件有趣的事，这些最后警告从来不是真正的最后一次。中国官方频繁将措辞升高到极致，却又不见实质行动跟进，久而久之反而削弱了威严性。网络上甚至戏称，中国政府自上世纪以来已经发出了上百次严正警告和最后通牒，次次都号称最后，听的人都麻木了。于是日本媒体这次索性揶揄地称之为第 N 次最后通牒，连最后都变成了梗。当一个国家的警告被他国民众当成笑话调侃时，无疑说明了其威慑力正在下降。不过后果自负4个字毕竟摆在台面上，难免让人猜想中国究竟可能祭出哪些后续手段。断交吗？还是经济制裁，亦或军事挑衅升级？在12月中旬，中国方面的动作确实一度引发国际社会紧张。日本防卫省披露，就在12月中旬，日本自卫队战机在东海上空对中方航空母舰编队进行警戒监视时，竟遭到中方舰载机以火控雷达锁定。要知道，军机雷达锁定对方，相当于将对方视为攻击目标，离实际开火只有一步之遥。这种危险举动是极不负责任的挑衅，稍有差池就可能引发空中冲突。日本政府随即向中方提出严正交涉，抗议这一近乎敌对行为的举措。尽管没有发生进一步意外，但此事让人们看清，中方为了恫吓日本，已不惜在军事上做出危险试探，局势一度剑拔弩张。然而就在火药味弥漫之际，日本方面出现了一记妙传，轻描淡写却直接有力地化解了来自北京的压力。这关键的一幕发生在12月19日东京市谷的防卫省记者会上。当天多家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的最后通牒与高市发言风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刚主持完会议，面对台下记者提问，其中东京新闻知名记者望月一素子毫不客气地发问，大意是中方认为雷达锁定事件使两国关系紧张的主因，也要求高市首相删除或撤回台湾有事相关发言。请问大臣，您是否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处理起来极为困难？这问题其实相当尖锐，暗示日本左右为难，一边是中国的强硬施压，一边是首相已说出的话，进退都不好办。现场空气一下子紧绷起来。小泉进次郎稍作思索，随即不疾不徐地答道，与其说困难，不如说根本没有撤回的必要。短短一句话，不仅回答了提问，更清晰传达出日本政府的坚定立场。我们不觉得需要撤回，高市的发言没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好处理的。小泉的语气冷静坚决，现场记者一片愕然，随即纷纷意识到这是一则重大新闻。消息很快透过媒体、自媒体传播开来，引发日本社会和网络的热烈讨论。日本民众对小泉此番霸气回应几乎一面倒地叫好，网友们赞赏他的态度简洁有力，令人佩服，认为这才是大国应有的骨气。有人在社群媒体上留言，高市首相无惧威逼恐吓，顽强不屈，这就是日本首相应有的样子。还有网友将矛头对准中国的虚张声势，嘲讽道，中国都发了这么多次最后通牒了，后果到底是什么？断交吗？有种就断啦。这句有种就断啦迅速走红，成为讨论区中的金句。它充分反映出日本舆论的愤慨与不屑。既然北京总是威胁要让日方承担后果，那干脆摊牌看看，中国你真敢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或彻底断绝经贸往来吗？一句话道破了很多日本人心中的不耐与挑衅心理。他们已经受够了中国动辄喊打喊杀却又不见实际行动的狼来了。伎俩，干脆反将一军，要对方自己决定要不要把事做绝。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政府内部并非只靠小泉进次郎一人强硬，高市早苗本人以及整个内阁对此事的态度也十分鲜明。尽管中国步步进逼，高市从未表现出任何要收回发言的意思。日本政府多次重申对台海和平的立场不变，强调高市的答辩内容基于日本安保政策的新共识，没有不当，也没有必要撤回。事实上，日本舆论对高市政府在此问题上的表现是相当支持的。根据东京电视台与日本经济新闻社12月联合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高达75%，和上月持平，处于历任政府中相当高的水准。虽然中日关系因台湾议题降到冰点，但日本国内多数民众并不认为责任在高市。有共同社的民调显示，有5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挺台的答复并非失言，而是可以理解的立场。换言之，多数日本人觉得中国恼怒是中国的问题，并不代表高市做错了。这和若干年前日本社会对涉及中国敏感议题时往往趋向自我审查，避免刺激中国的态度相比，已大不相同。如今日本民意的主流显然倾向于面对中国的恫吓，不仅不需要道歉撤回，还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说出该说的话。日本国内态度转硬，其实与近年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脱不了关系，可以说是中国自身的强势作为逐渐驱使日本抛弃幻想，正视威胁。2022年8月，当时中国因美国众议长裴洛西访台，而在台海周边大搞军事演习，甚至向临近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发射飞弹。多枚中国导弹落入冲绳县石垣岛附近海域，震惊了日本社会。那一刻起，许多日本民众真切感受到台湾有事绝非遥远的他国事务，而是擦身而过的危险。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更是给日本敲响警钟，一旦大国执意动武，国际谴责和经济制裁或许不足以制止侵略，唯有事先建构足够的军事威慑力量，才能保卫和平。正因如此，日本近年来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快速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务布局，并与美国深化同盟合作，目的就是要让北京知道对台动武将付出沉重代价。日本不但不会做事，还可能直接介入。在这次风波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小泉进次郎也值得我们多加关注。小泉进次郎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过去给人的印象是年轻有为的政治明星，关注环保等议题，曾任环境大臣。然而随着高市内阁上台，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角色迅速转变，他被任命为防卫大臣，扛起国防重任后，展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硬路线。上任以来，小泉进次郎在对抗中国威胁方面动作频频，毫不含糊。除了在言论上力挺高市，强势回击北京，他更以实际行动向国民和盟友展现日本备战的决心。近日，小泉先后前往多处与防务相关的重要据点视察，画面颇为吸睛。首先，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神奈川县横须贺市，视察海上自卫队的前舰部队。横须贺是日本海军传统重镇，如今也是美军第7舰队母港所在地。小泉登上一艘正在基地内停泊的海上自卫队前舰青龙号，深入前舰狭窄的艇舱，体验官兵的日常。他还豪气地在前舰发射管旁的过道地板上直接躺下，体验前舰官兵与鱼雷为邻而眠的滋味。据他后来在社群媒体透露，原来鱼雷旁边就是前舰成员的卧铺空间之一。夏天躺在鱼雷旁虽然清凉，但冬天冰冷刺骨，需要穿着外套睡觉。小泉贴出自己躺平在鱼雷旁的照片，笑称这趟经历让他更加体会前舰官兵执勤的辛劳。这张照片迅速在网络上疯传，引发热议。有人觉得他此举很接地气，展现领袖愿意与官兵同甘共苦的一面，也有人解读这是小泉向中国秀肌肉。他选择以鱼雷为背景入境，无疑传达出日本军备精良、军心可用的讯息。尽管中国咄咄逼人，日本自卫队亦整戈待旦，丝毫不畏惧挑战。接着，小泉南下至长崎县佐世保市，视察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这支部队是日本近年来才成立的2栖作战部队，被称为日本版海军陆战队，专门负责离岛防卫与夺岛任务。佐世保同样是具有美军基地的军港城市，战略地位重要。小泉在相浦驻屯地观看了水陆机动团的训练，
还罕见地穿上作战头盔和防护眼镜，亲自登上 AAV7 2栖突击车体验乘坐。现场他也参观了美制 MV-22、鱼鹰、倾斜旋翼机等2栖运输装备的演练。小泉高度评价队员们严苛训练的成果，称看到他们个个绷紧神经执行任务，自己感到非常放心可靠。小泉强调，面对中国日益升高的军事挑衅，日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强化西南群岛一带的防卫体制。这番话切中要害。西南群岛涵盖从九州岛南端伸展到台湾附近的一连串岛屿，包括冲绳县的仙岛诸岛等，既是日台相邻之处，也是中国海空力量活跃的前沿。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西南群岛将是日本防卫的第一线，也是中国可能进行军事施压的目标。因此，日本绝不容忽视这个区域的防务，而小泉此行正是为了确保离岛防卫万无一失。紧接着，在12月22日，小泉出席了位于长崎的三菱重工造船所举行的一场重大仪式——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护卫舰吉井号的下水典礼。这艘吉井号是日本最上级新型护卫舰系列的最后一艘。自2018年起，日本以平均每年2艘的速度，迅速建造了共12艘最上级护卫舰。这型舰体积适中，却配备先进武器电子系统，被视为日本未来海上防卫主力之一。吉井号顺利下水，象征日本已完成这一批次新锐军舰的建造计划。现场 NHK 主播解说时特别提到，日本造船工业技术强大，5年内造出12艘现代化军舰的效率令人惊叹。日本并计划以最上级为基础，与盟友澳大利亚展开联合研发合作。可见这些军舰不仅用于自卫，也成为巩固盟邦关系、防范共同威胁的载具。小泉在致辞中指出，随着日本面临的各方面安保环境快速变化，建立更强韧且可持续的防卫产业体系非常重要。他强调，日本要有能力持久地生产先进武器，才能应对未来的种种挑战。言下之意，在中国军力扩张的阴影下，日本必须做到有剑可用、有弹可治，绝不能让防卫力量后继无力。值得一提的是，小泉在视察国内防务之余，也不忘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他特地前往美军位于横须贺的基地，登上美国海军的海狼号核子潜舰，与美军官兵交流合影。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舰是美军王牌之一，潜伏性能极佳，火力强大。小泉能登上此舰，显示美方对日本防卫大臣的高度礼遇与信任。同时，小泉也安排与美军第7舰队高层会面，确认双方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协防合作计划。他在社群媒体贴出的横须贺视察照片中，有一张是他站在日本青龙号与美国海狼号这2艘潜舰前，神情凝重。小泉配文感慨，正因为有自卫队员和同盟国伙伴如此枕戈待旦，日本才能长久安稳无事。他呼吁日本与美国继续深化防卫合作，共同守护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这番话不仅是对自卫队的激励，也是对北京的一种警告。美日同盟牢不可破，任何试图破坏台海和平的企图，都将面对2国协力的强大反制。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祭出通牒和各种施压手段，另一方面日本内阁顶住压力，民意支持高涨，还加紧军事备战并拉拢盟友，双方态度都很强硬。中日关系正进入近年来最险峻的局面。那么，这场风波未来可能如何发展？中国真的会像网友调侃的那样，豁出去跟日本断吗？所谓断，最严重的不外乎断绝外交关系，或更剧烈的经贸脱钩，甚至兵戎相见。首先看断交的可能性。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虽历经多次风波，仍维持基本的外交往来与高层沟通管道。断交是极端手段，一旦发生，不仅象征政治决裂，经济、侨民、安全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巨大震荡。对中国而言，与亚洲第2大经济体日本断交，等同放弃一个重要的经贸伙伴和外交舞台，也可能促使日本全面倒向西方阵营，在国际上更加牵制中国。可以说，断交的后果对中国自己也是极其严重的，未必比日本少。所以，理性评估，北京应该不至于轻易走到这一步。
难怪日本网友才敢放话，有种就断，因为他们自信中国不敢真的抛下这颗外交核弹。那经济上彻底脱钩呢？当前中日经济仍深度互赖，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主要外资与技术来源国之一。近年来虽因政治因素，双边投资贸易增速放缓，但要在短时间内切断数千亿美元级别的贸易往来，绝非易事。一旦中国对日本发动大规模经济制裁，例如禁止关键原材料出口，冻结日本企业在华资产或限制金融往来，不仅日本企业受损，中国自身产业和就业也会跟着受创。同时，日本并非孤立无援，若中国经济报复升级，日本完全可以诉诸 WTO 等国际机制寻求裁决，或联合美欧对中方施压反制。更何况，日本政府其实早已开始布局供应链去风险，鼓励企业降低对中国市场和生产的依赖，一系列产业回流和多元布局正在进行中。如果北京选在这时候硬脱钩，无疑正中日本下怀，逼着更多日企撤出中国，把中国经济推向更艰困的境地。因此，中国全面经济制裁日本虽非不可能，但那将是两败俱伤且搬石砸脚的做法，除非情势失控，否则中国决策者不太可能轻易走这一步。至于军事领域的进一步升级，风险同样存在，但中国应会谨慎。前文提到雷达锁定事件已经非常危险，所幸双方保持克制，没有酿成事故。然而未来类似的空海对峙或擦枪走火事件恐怕难以完全避免，特别是如果中国为了向国内强硬派交代，可能在东海、台海加大军事存在，甚至进行演习示威。日本方面也不会退让，势必派自卫队严密监视，必要时出动战机舰艇进行驱离。一旦双方军舰军机距离过近，沟通不畅，就可能出现碰撞或误判。历史上1987年美苏军舰黑海相撞，2001年中美军机南海相撞，都是前车之鉴。一旦中日间发生军事冲突、火花，后果极难预料。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噩梦，也会把美国牵扯进来，使整个亚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因此可以预见，即便中国高层对日本再不满，也会对军事升级保持一定克制，至少不会蓄意挑起正面冲突。同样地，日本虽强调不畏战，但作为战后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也不愿意打响第一枪。双方都还有理性，明白真打起来没人得利。因此目前这种隔空喊话、互秀肌肉的态势，短期内可能持续，但都应该尽量避免踩到开战的地雷。那么，中国的强硬究竟想达成什么？他真的只是一味地逞凶斗狠吗？其实，从外交策略上看，北京此番雷霆震怒，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国内看，做给第三方看。对内，中国政府需要向民众展示在涉及领土主权议题上毫不让步，以维系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权合法性。因此在言辞上，他们必须表现得极其强硬，不能弱于任何人。对第三方，北京此举也是在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效法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还把东南亚多国大使找去谈话，要求他们在台海问题上明确支持中方，反对日本插手。在对欧外交场合，中方官员也反复向欧洲国家强调日本发言的不当，希望拉拢更多国际支持。可以说，北京想把高适的表态塑造成一个坏榜样，让全世界都来谴责日本，从而孤立高适政府。然而，这种做法成效很可疑。日本产经新闻知名评论员石坂明夫就形容，中国近期的一系列外交动作让人看了有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北京一方面逼着东南亚国家表态站队，一方面对欧洲又态度稍缓，内心其实相当焦躁。他指出，中国经济下行，内部问题丛生，在国际上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论述，只好不断提高嗓门，摆出强硬姿态，企图用声量和气势掩盖内在理据的不足。这种手法短期也许能造势，但效果必然有限，因为外交较量比的不是谁嗓门大，而是谁的立场更站得住脚，能长期获得尊重。石坂明夫更进一步分析，中国如此逼迫日本，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他认为，北京的咄咄逼人将促使东京加速调整国防和外交战略，变得更加强硬自主。现在不只是日本，
连一向对中国小心翼翼的南韩，近来也开始更公开地讨论以前避讳的议题，如部署战略核武、发展长程打击能力等。如果说中国本希望用威吓让邻国晋升，结果却逼得周边国家纷纷强化军备，倒向美国怀抱，那就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日本而言，高市政府上台短短数月，已在国防上大踏步前进，包括决定部署反击能力、扩充导弹库存、提高防卫预算到 GDP 的 2% 等等。如今中国的高压只会让这些计划推进得更快，更获民意支持。同时，石板也呼吁台湾，日本因支援台湾而承受中国压力，台湾不该袖手旁观。毕竟这轮中日关系恶化，说穿了核心就是日本该不该支持台湾。如果日本都因台湾而被中国打压了，台湾自己却低调不吭声，任由日本独自扛压，那不仅不现实也不负责任。台湾应该积极在国际上发声，和日本高市政府形成呼应，用理性稳健的方式让世界理解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石板的观点点出了团结抗衡中国的必要性。面对一个企图以威逼利诱分化他国的强权，民主阵营更需要彼此声援，不能让任何一国成为被各个击破的对象。从目前态势看，高市早苗和小泉进次郎这对日本政坛新搭档，正以强硬而精明的方式应对中国挑战。他们既争取了民意支持，又稳住了国内政局，同时积极联络盟友共筑防线，一步步化解中国施加的压力。反观中国方面，尽管声势惊人，但真正能让日本让步的手段十分有限。当最后通牒变成了言语上的例行公事，当熊猫、渡轮这些象征性筹码也失去作用时，北京需要审慎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继续加码施压下去，只会逼得日本更团结强硬，国际上同情日本的声音也会变多。但若就此软下来，等于默认了日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对内宣传上又难以交代，这的确是中国外交进退失据的困境。未来几个月，我们可以观察几个重点。首先，中日双方是否会寻求某种高层沟通管道来缓解僵局，例如在多边场合安排外长或领导人非正式接触，为局势降温找台阶。北京也许会希望日本方面至少保证不再公开谈论台湾有事，作为一种折中，而东京则可能要求北京先停止军事挑衅和经贸报复，才能重建互信。能否达成这种默契，将影响局势走向。其次，要看美国在其中的动作。迄今美国对日本挺台言论表示支持，强调台海和平对盟国安全的重要。如果中国进一步威胁日本，美国极可能更加站在日本一边，甚至提供战略威慑，例如增加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展示，或明确警告中国勿对日本采取敌对行动。美国的介入会让北京更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但同时也许会让中国不甘心示弱，转而在其他方向找机会反击美日。同样值得留意的是台湾本身的态度。高市政府既然表明了关键时刻协防台湾的意愿，台湾方面或许也会适度回应，以表示感谢与支持。未来台日之间可能加强非官方安全对话与情报分享，甚至日本自卫队与台湾军方是否有更密切的默契，也会成为焦点话题。总而言之，当前这场第 N 次最后通牒风波凸显了东亚局势的新现实。日本正前所未有地摆脱对中国威胁的模糊态度，公开为台海和平背书，而中国则陷入进退两难，既无法容忍又难以改变日本的立场。日本网友那句中国有种就断啦背后其实透着一种集体心理的转变。从前或许害怕中国翻脸带来经济损失，如今更多人觉得与其处处看北京脸色，不如硬起来走自己的路。如果中国真的因日本撑台而翻桌，日本也并非没有准备，毕竟日本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有美国等盟友澳援，又拥有捍卫民主价值的决心。威胁利诱在一个不再恐惧的对手面前就失去了效果。北京如果不调整策略，继续一味高压，最终可能发现日本这块硬骨头比想象中还难啃，而每一次虚张声势的最后通牒都只会进一步损耗中国的国际公信力。对亚太地区而言，中日关系的走向绝非两国之事，
而牵动整个地缘政治格局。各国都在密切注视日本的强硬是否会刺激中国更具侵略性，或反而吓阻中国铤而走险。会不会有更多国家站出来支持日本的立场，形成遏制军事冲突的集体意志？台湾问题作为导火线，未来又将如何影响区域和平？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继续对抗下去，终究不符合中日双方人民的根本利益。70多年前的那场浩劫，让两国都付出惨痛代价。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本是此后几代领袖的共识。遗憾的是，现今的扩军与对峙，让人仿佛看到历史阴影卷土重来。所幸现在还有时间挽回。或许经历这场风波后，北京会重新审视自身策略，认识到喊话1000句不如实实在在降低对邻国的威胁，更尊重邻国的关切。而东京也需要小心拿捏，在强硬表态之外，避免刺激民族情绪无谓升温，并争取更多国际支持来约束中国。最后，不妨回到那句玩笑式的网络流行语：有种就断啦。这虽是民间气话，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一种提醒，别让一时的意气之争断送了长远的和平与合作机遇。真正需要有种的，不是去断绝交流、撕毁关系，而是勇于打破僵局的智慧和勇气。有种的领导者应该敢于坐下来对话，正视彼此核心关切，寻找避免战争的道路。台海危机也好，历史心结也罢，都不该是诉诸冲突的理由，而应是促使各方更努力外交沟通的动力。毕竟，不管最后通牒下了第几次，和平才是真正不可丢失的最后底线。我们期待看到中日双方能在剑拔弩张中找回一丝理性克制的转机，也希望包括台湾在内的各方携手努力，让台湾有事永远不要真的发生，让亚洲的天空继续和平晴朗。